许清河这么久都怀不上，居然还有脸赖着不走，占了我儿子4年，肚子一点动静没有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宝了？这不是清河吗？到底还是离了，早该离了，4年都不下崽儿，哪家能忍？顾明远也算厚道，忍了4年，厚道啥呀？换我1年就给他送回娘家。装什么死相？你喝了我家多少药，花了我家多少钱，结果呢，连个蛋都没生出来。你这种女人，放以前就该让男人休了。清河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别闹得太难看。我闹？我妈说话是难听了点儿，但她也是为顾家着急。咱们过了4年，你自己也清楚，问题出在哪儿。4年每次月事一迟，我都紧张的睡不着。每次说去医院，都是他把医生请到家里来，不是喜脉，然后他转身就走，一次都没安慰过我。你还看啥看？明远不嫌你晦气，已经够仁义了。签字滚蛋！清河离了也好，你回去以后，还是让你娘再带你去看看病吧。顾明远，你真觉得是我有病？不是你是谁？难不成还是我儿子？我儿子身强力壮，良战正式工，一个月28块5，他有什么问题？倒是你嫁进门4年，药没少喝，神没少拜，就是不见动静。你自己没用，还想赖别人头上？就是女人生不出孩子，还能怪男人？他这话说的也太不要脸了。离了就离了吧，哭也没用。离了就离了吧，哭也没用。明儿你就再嫁。再嫁？你还想在家住一辈子？你2个嫂子都盯着呢，家里哪有地方养你？你们要把我嫁给谁？淮西村那个陆征，人是糙了点儿，可有手艺饿不死。你这样的人还有人肯要，已经不错了。陆征，村里烧砖窑的也做木工，人长得高壮，话少，脾气凶。听说早些年还跟人狠狠干过一架，说亲好几回都黄了。你们就这么急着把我送出去？你一个离了婚还生不出孩子的女人，不送出去留着过年吗？顾家不要的那个，就是他。顾家不要的那个，嫁给陆征也白搭，生不出来，谁娶谁倒霉。上车吧。所有人都说我这辈子算完了，也许他们说的对，可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这是账本，这是我攒的钱，你拿着。给我？以后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钱粮东西都是你管。在顾家4年，我连粮票放哪儿都不知道。郑兰芝防我跟防贼一样，可眼前这个我才刚见第2面的男人，把钥匙和钱直接给了我，你就不怕我卷了东西跑？你要真想跑，今天就不会来。你先看看屋里缺啥，缺了跟我说，我去打点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冷清的屋子反倒让我松了口气。顾家那4年什么都苦，可有一点我早就麻了，男人晚上上炕不会先问你愿不愿意。你睡里边，我睡外边。你要是不自在，我去灶房也行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来怕生正常，我不碰你，等你愿意了再说。炕热不热？热。睡吧。第一次觉得这桩婚事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哟，新媳妇起得还挺早。清河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2婚了，可得争点气，这回总该给老陆家生个带把的吧？这话我太熟了，熟到一听见后背都发僵。你说你也真是命不好，前头4年没好，前头4年都没动静，这回再不生，怕是真要坐实身子不行了。她嫁进来是过日子的，不是来给谁下崽的。哎呦，老陆，我这不是开个玩笑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女人嫁人不就是……你家女人是干什么来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我媳妇儿不归你这张嘴管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被人这么明晃晃地护在身后。以后谁再胡说，你不用忍，有我。心口那股闷了很多年的气突然松了一点。谁叫你们说的？是我娘说的。行，带我去找你娘。我不去。不去也行。明天开始，谁再让我听见一句
我抽谁爹？陆征，你冲孩子发什么火？孩子懂什么？不都是说着玩的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陆征真去了，把那几个孩子的娘挨个堵在门口，只说了一句：管不好嘴，就别怪我管你家门。想好了，我这人粗，认定了就不准你反悔了。从这一天起，我和陆征之间再没那么生疏了。这是我在顾家看病时留下的。那几年我喝了太多药，这种纸张见的太多了。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人跟我提过？4年里，每次看病都是顾明远拿药方，每次医生说什么也都是对着他和郑兰石说，我只负责听一句：你身子寒，你气血虚，得继续喝药。从来没人告诉我要让男方检查。还没睡？灯太暗，别看太久。现在还不确定，我不想乱说。清河，怎么了？今天我去镇上送木料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去，我得去一趟卫生所，这件事我要查个清楚。冷不冷？不冷。看什么？我想问问，这张单子是不是你们这儿开的？是我们这儿的章，怎么了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建议男方进一步检查，这不写得很清楚吗？那当时这是不是说明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？那也得看情况，有时候夫妻几年没孩子，确实要两边都查。你这是哪年的单子？前几年的。记录还在吗？记录还在不在不一定。能查吗？怎么了？怪了，这一段记录被人借走过。借走？对，上头有登记，说是家属自己来调过。时间差不多是1年多前。家属自己来调过，谁家属除了顾家还能有谁？是谁来调的？这上头没写名字，只写了是病人家属。后来还回来还了，但有2张副页没了。还差别的吗？不了。哟，这不是许清河吗？怎么离了我儿子，终于舍得来看病了？兰芝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人家说不定是来求送子方子的。这才离了几天，你就跟着那乡下汉子到处跑，也是你这种肚皮不争气的，除了找个糙汉凑合，还能嫁给谁？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知道什么？这个医生写了要男方检查，你们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？写了又怎么样？让男人查查不是很正常？可最后没孩子，不还是出在你身上？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我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明远好好的大男人，你离了他，现在不照样没中？许清河，你别自己不好就想着往男人头上赖。说话就说话，再冲他像一句试试。我跟我前儿媳说话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现在关我事儿了，她现在是我媳妇儿，你再说她一句，我让你今天回不去。你凶什么凶？娶了个归生的，当个保师的护着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还能走吗？那先回去，别占风口。还是家里得有个会过日子的。以前陆征一个人，兜里有钱没钱都分不清。现在分得清了。有些人命是真好，肚子不行，倒会找男人，嫁了个木匠汉子，天天捧着护着，当少奶奶呢。那也得把护多久？现在护着不代表以后不闲，等1年2年还没动静，有他哭的时候。你看我干啥？
我问你，你家男人护不护你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是不关我事儿，就像我男人护不护我，也不关你事儿。你要是羡慕，回家找你男人去，别在我这儿酸。你说谁酸呢？谁接话说的就是谁。你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，就把嘴闭上；你要觉得过得不好，也别拿我撒气。怎么不等我？我自己能提。能提也不用你提，有人找你麻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耳朵红了。谁？贺嫂。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说你呢？说我命好，找了个护着我的男人。他没说错。以后谁再找你麻烦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不跟女人吵，但我能找她男人。你怎么老找别人男人？男人管不住自己媳妇儿那张嘴，就该找男人。这一笑连带着这几天压在胸口那股气都散了点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脸都白了还没事儿，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？可能是没睡好，其实不止。这几天我总觉得身上发懒，吃东西也没胃口，早上闻到猪油味儿，还差点犯恶心。我原先没往别处想，只当自己是换季不舒服。月事好像迟了，没错，已经迟了10来天。在顾家那4年，我不是没迟过，每次一迟，我都会偷偷高兴，可每次最后都是空的，空的让我连哭都哭不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一点也不敢想。睡了吗？快了。明天我去镇上给你带点山楂片。带山楂片干什么？你这2天胃口差，我看你吃不下饭。以前在顾家，我吐的脸都白了，郑兰芝只会骂我矫情，顾明远只会说别折腾的一家子都吃不好饭，没人会问我一句要不要带点山楂片。可我一整夜都没怎么睡。清河，怎么了？你去看看，院门口来了个人，说是顾家那边的。你来干啥？我来看看青霄，毕竟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这4个字，他现在倒说得顺口。看完了，看完就走。清河，你别这么说话，我也是听说你最近身子不太舒服，才来看看。用不着，你拿回去喂狗吧。清河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你我到底过了4年。你离开顾家以后，我妈嘴上厉害，心里其实也……你闭嘴！你娘心里怎么想，我不想知道。你现在站在我家门口说这些，是想恶心谁？你何必把话说这么绝？我只是听说你月事迟了，怕你又白高兴一场。他怎么知道我月经迟了这事儿？我谁都没说，就连陆征我都瞒着。你别这么看我，你以前每回月事一迟不都这样吗？后来次次落空，我也是怕你再受一次打击。他嘴里说的是关心，可每个字都像在提醒我以前那4年有多狼狈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清秀。看完了？还没。那现在看完了，拿上你的东西，滚！陆征，我跟倾城说话，轮不到你这样。哼，轮不到我，这是我家，她是我媳妇儿，你一个前店的，跑到我家门口说3道4，你还想轮到谁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他以前在顾家那么多年。你再往下说一句试试，你再提一句他以前的事儿，我今天就把你扔出村去。
清河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有些事儿不是换个男人。顾明远，你不配进我家的门，以后也别来。再来一次，我自己拿扫帚抽你，滚滚！他说你月事迟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迟了半个月了。你怎么不跟我说？说什么？说我又迟了，说我又可能白高兴一场，还是说我这身子就这样，谁沾上谁倒霉？我没那个意思。可你刚才不也听见了？我以前就是这样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每次都以为自己要熬出来了，结果呢？顾明远他娘端着药碗骂我，说我是不下蛋的鸡。他说让我别一惊一乍，省得别人笑话。这些你知道吗？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一样？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还是觉得女人嫁进门就得生孩子。清河，我不是他，我嘴笨不会说话，可我真没那么想过。你能不能生，不是你这个人值不值钱，你就是一辈子没孩子，我也养你。你说的轻巧，你们男人当然说的轻巧，可被骂废物的不是你，被逼着喝药下跪的不是你，被赶出家门的也不是你。那这次咱不高兴也不害怕，明天你去医院，有结果就认，没结果也没事儿，天塌不下来。你要是不想我陪，我就不去。你要想一个人待着，我也不烦你。但你记住一件事儿，从你进这个门开始，谁也别想再拿这事儿压你。早上我给你留钱，你自己去。他没生气，他只是怕自己在跟前我不自在。他什么时候放的？去医院，不管是什么结果，这次我自己去面对。在顾家那4年，每一次等结果，我都是这样做着，做到最后，等来的永远是那句不是喜脉。许清河，进来。你丈夫今天没来？没有。你一个人来的？怀上了？你说什么？怀上了，而且你这肚子里怕是不止一个。几个？现在还不能特别准，但看着至少2个起步。我以前被人骂了4年，说我不能生，结果现在一来就是2个往上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不是坏事儿，但你后头得小心，多胎比单胎累，回去让你男人别让你干重活。那口压了4年的气，突然松了。清河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哥，我想托你帮我查点东西。查谁的？顾明远他婚前的体检记录。行，你先回去，这事我帮你留心。我怀上了，这已经足够把顾家那张嘴打肿。可我现在想要的不只是这个，我想知道当年到底是谁把我一步一步推进那个坑里的。怎么说？没事，你说。是不是没有？是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严重吗？你别站门口，先进屋。你仔细看，这是真的？真的。真有了？嗯。不是看错了？你看错，大夫还能看错？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是……我头一次见陆征这样，平时砖头头砸脚上都不吭一声的人，现在就因为一张化验单，手都在抖。咋啦？妈，许清河怀上了。哎呦，真的啊？真的。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呀！我就说许清河是个有福的，得杀只鸡给许清河煮红汤鸡蛋，以后不许他碰凉水。别动我来。我就是怀个孕，不是瘫了。那也不行，你现在金贵。
你看看他那样，以前让他娶媳妇儿，他跟要他命一样，现在倒好，恨不得把人供起来。炕热不热？热。枕头高不高？不高。你想要吃点什么？你再这样，我今晚别想睡了。你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。高兴成这样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这边有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哥家那边生孩子都快，我们结婚后却一直没个信儿，我也没敢拿这事儿逼你，我怕你难受，也怕真是我不行。他也怕，原来他也一直在扛，只不过他扛的方式是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问。这孩子来的太是时候，像是老天终于睁眼了。可高兴归高兴，我心里那股火也更旺了。你今天就在家待着，别提水，别搬东西，饭我中午回来做。你不上工了？上。那你还回来做饭？回来，要不我请半天工。听说你有了。跟你有关系？当然没关系，我就是好奇，你在顾家4年没动静，怎么一到陆家就怀了？果然，他是冲这个来的。清河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怀疑你什么，只是这事儿传出去，别人未必不会多想。我也是好意。许清河，你一个女人名声最紧要，别到时候陆征家也……你再说一句试试。问你娘个头！你站我家门口，问我媳妇儿肚里的孩子，顾明远，你要脸不要脸？你别动手，我就是怕你被骗。骗？哼，我媳妇儿怀的是不是我的，轮得到你来操心？你这种自己护不住媳妇儿，管不住老娘的人，也配在这装好人？松手，你听好了，再往我媳妇儿身上泼一次脏水，我废了你那张嘴！滚出去捡，捡完就滚！许清河，你非得这么绝？觉得是你们顾家的。我在你家熬4年喝药，喝到吐血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娘骂我是废物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现在我有了，你跑来问是不是别人的？他刚才碰着你没有？没有。吓着没有？也没有。清河，哥，我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顾明远婚前确实做过检查，而且不是普通检查。你先看看，你别急，进去再看。顾明远婚前就查过，而且查的就是生育方面。档案是原件，我没法带出来，这是我按着抄的。你听说没？许清河那肚子里的8成不是陆征的。可不是，他在顾家4年都没动静，哪有那么巧？我早说了，离了婚的女人谁知道干不干净？继续说，不是说的挺热闹吗？怎么我一出来就哑巴了？清河啊，你别多心，大家就是随口一说。随口一说？你张口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男人的，也叫随口一说？不是我说的，我也是听别人传的。谁传的？你们这种人最会传闲话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响。真问到头上，谁都说自己只是听来的。清河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你要是真清白，还怕人说？行，那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谁再敢传一句，我就去他家里问，看看他自己是啥样的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们能编排我，我就不能问问你们？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是热闹，真落到自己头上，
就知道急了。你凶什么凶？又不是我们先传的。那你回去告诉先传的人，有本事别躲后头，让他站我面前说。你刚才怎么不让我开口？你一开口，他们转头就说你一个男人欺负女人。那你自己顶着，不难受？难受，可这回我想自己来。行，你想怎么来，我陪你。听说他在顾家就不老实，他早跟陆征勾搭上了，不然哪有那么快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光这样不够，这些人嘴碎，脸皮也厚。今天被我堵回去了，明天还会去传。要想让这事彻底停，得从根上掐。你有主意了？有。顾明远是梁战职工，郑兰芝最在乎家属院那张脸，那我就把这件事捅到他们最怕丢脸的地方去。还有大的队广播。广播？他们不是爱传吗？那就让全镇都听听。你想好了，这事儿捅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收不回来才好，他们往我身上泼的是最脏的脏水，那我就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脸丢干净。那就干。你是说男方婚前就查过这个？是，而且婚后还一直把问题推我身上。这事儿我们会和，你先回去。你别急，越是这种地方越重名声。顾明远这回躲不过去。清河啊，这回你可得小心点儿。广播要是真点了你名字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是吗？要不咱不等了，我现在就去顾家把那对母子拎出来。急什么？戏还没开场，我受了4年，不差这3天。你不怕？许清河，你别以为怀上了就能翻身，谁知道你肚子里揣的是谁的种？就是在顾家4年没动静，一嫁别人就有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郑兰芝，你也别气坏了身子，等下广播就要通报批评他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脸得意？你干什么？让他说。你装什么装？当初在我顾家4年都生不出个蛋来，现在倒挺会装福气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女人生下来也是野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错了吗？她肚子里的孩子来路不正，还怕人说？看吧，广播都要批评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了。镇梁站职工顾明远，家属郑兰芝，经核查，顾明远的婚前曾有相关就诊记录，其家属明知存在生育方面风险，仍在婚后长期将责任归咎于女方。婚姻存续期间对配偶进行言语羞辱、逼迫求医、散播不实说法，离婚后仍恶意传播不实流言，诋毁前配偶作风，造成恶劣影响。现予以公开说明，望广大群众引为戒，不造谣、不传谣，不以婚育问题羞辱女性。我的天，原来不是许清风不能生，是顾明远自己有问题。那他们顾家这些年不是故意把脏水往人家头上泼吗？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刚才郑兰芝还堵在人家门口骂呢。我还骂吗？不是说我肚子里的是野种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了？郑兰芝，这一回轮到你了。这口气我憋了4年，今天总算出了。出完了。出完了。顾明远更惨，听说广播念到他名字时，他在梁战办公室，屋里人全抬头看他，那种眼神比骂人还难受。体面人最怕什么？最怕遮羞布被扯开。那天之后，他也不去上工了，整天闷在家里，躲着不见人。累不累？不累。肚子没事吧？你比我还紧张。你现在怀着孩子，刚才那一通，我都怕你动了胎气。他动不了我的。喝了暖暖，别跟那种人一般见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但这和我没关系了。从今天起，顾家的事跟我再没半点关系。
复饭看过了，你怀的是3胞胎。你说3胞胎，3个，2男1女的可能性大。我以前被人骂了4年，说我不能生，结果现在一来就是3个。这回谁还敢说你不能生？不过多胎比单胎风险高，后头你得更小心，定期来查。回去让你男人把家里活全揽了，你什么都别干。3个孩子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清河啊，你这命可真好，谁能想到你这是个大福气的。前阵子他还说我肚子里来路不正，这会儿倒开始夸上。清河，你累不累？要不要帮你提？你是不是特别能吃？怀3个可得多补补。清河，你这可是一口气给老陆家争了大光。我争不争光跟你们没关系，我不是故意摆脸色，我只是懒得跟他们演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戏。他们前头怎么踩我都没忘，我也没那么大方。清河，谁来了？郑兰芝。让他进来，有事儿。清河，以前的事是我，是你错了。是，那你今天来是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跟你说句对不住，再一个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郑兰芝，你记性真差。你把我箱子扔出门那天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时候是我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别往心里去。你骂我是不下蛋的鸡，骂我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让我喝药跪神婆，当着一院子人的面羞辱我。现在你来一句别往心里去就算了。清河，我现在也遭报应了，院里人都看我笑话，明远工作也受了影响。你要是还能念点旧情。我不念。我最难的时候你没念过旧情，我被你们踩在地上的时候你没想过我有多难。现在你们丢脸了，想起我是旧人了。晚了，出去吧，以后别来了。你们顾家的门我已经走了，以后你们再想让我进去没可能。我走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他没说难听话吧？没有。那他来干什么？求和。他也配？他不配，所以我没让他多待。你做得对，这种人就该让他自己咽下去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了。那是近朱者赤。这一关算是过了，接下来把孩子平平安吉生下来，别的都不重要了。你要什么？倒杯水。你说一声就行了。我就是怀孕，不是瘫了。你都说了800遍了。那我就说801遍，你肚子里是3个，你现在不是媳妇儿是祖宗。你在逗我笑，我真动胎气了。没事吧？县医院让提前住院观察。什么时候去？明天下午去。我已经请了工。这些你都带上，到了医院别省着吃，你别怕，大夫都说了，早去准备着没事的。陆母，家里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。你别操心我，把你自己顾好了就行。从嫁进陆家到现在，陆母一句重话都没跟我说过。这个家虽然穷，可从来没让我寒过心。你不用这样，我自己能动。你能动也别动，得稳住。我也想稳住，可到了晚上，心还是悬着。在顾家的时候，我盼孩子盼得要命，现在孩子真来了，我又开始怕出什么岔子，怕自己撑不住。他比我更紧张，只是不说。快叫家属！怎么了？要生了，家属在外上等，用力！别松这孩子快出来了！有一阵，我真觉得自己要撑不过去了，可耳边一直有人喊我的名字。都出来了，2男1女，母子平安。你醒了？孩子呢？在婴儿室，都好，你也好。你哭了？没有。你眼都红成这样了。那是熬的。你男人在外头守了1夜，头一回见这么高这么壮的汉子，急得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
孩子一出来，他坐地上半天没起来。我那不是吓的，那你是什么？高兴的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才是最辛苦的那个。别哭，孩子在呢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孩子又看不见。那我看得见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，你这可是咱们这儿少见的大喜事儿，谁还敢说你不能生？这哪是不能生，这是一怀顶3。这些年受的气真的走到头了。他又不咬你。太小了，我怕碰疼它。爸爸得练着抱，回家可没人替你。3个一个手都能托住，先练这个。它动了。他当然会动，又不是木头。真好。你放松点儿，孩子不是瓷的，比瓷的还金贵。你这速度天黑都到不了家。天黑就天黑，掂着一个我跟你急。真是3个，真是2男1女，我的天，这也太有福气了！夸也好，惊也好，都跟以前那些羞辱一样，成了过路话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驴车前头那个背直直的男人，还有怀里这3个娃。哎呦，回来了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这模样随他爹壮实。先进屋歇着，别站着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清河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我跟你没话。就几句话。清河，我现在日子不太好过。所以呢？工会那边一直盯着我，站里也有人拿以前的事说嘴。我娘现在连门都不敢出。我也知道错了。你今天来是想让我原谅你？我只是觉得跟你哥那边说一声，别再抓着我不放。顾明远，你这是来道歉的吗？你是来求我放过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最难时候我也没……你没什么，我最难的时候，你站在旁边看，你娘骂我你不吭声，我喝药喝到吐，你说我别折腾。现在你过得不好了，来跟我讲旧情，你又想装深情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清河，我是真后悔了。你后悔，是因为你发现错的人不是我，是因为你丢掉的不是一个废物。这不叫后悔，这叫不甘心。听见了就走，以后别再来。这是他最后一次来。这是我家3宝，2个小子，1个丫头，齐了。老陆，你现在可算扬眉吐气了。我早就扬眉吐气了，我娶着清河那天就赢了。清河，往后的日子，你不用再怕了。我早就不怕了，从你把钥匙交给我那天起。从前他们骂我是不下蛋的鸡，骂我是废物，可现在我怀里有孩子，身边有男人，屋里是亮的，往后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日子。